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，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寒潭雾鎖入幽谷，石壁浮開照密宗。水下黑林驚影過，孤身雙女踏陰風。咱接着往下嘮。婉進和婉如這倆姑娘自打坠崖以後，命是保住了，可你說日子好過嗎？一點也不好過。這一路上怪事一件接一件，不是碰見不該碰見的東西，就是撞上不該撞上的地方。你要說是運氣好吧，也像；你要說是有人故意把他倆往前引吧，那也像。這就邪門了。有時候人最怕的不是前頭有鬼，最怕的是你明知道前頭不對勁兒，可後頭沒路了。這回姐妹倆就摸到了谷底，谷底有一口潭，那潭水黑沉沉的，平的跟一面老鏡子似的。你別看它不響不鬧，越是這種不響不鬧的地方，越容易出事。四周全是霧，不是早晨河邊那種薄霧，這霧厚黏冷，貼着臉往上糊，像一塊濕布蓋在鼻子前頭，人站在裡頭喘口氣都覺得胸口發悶。石壁上全是水，滴答滴答往下落，那水珠子砸在石頭上，聲不大，可在谷底一繞就變味了，像有人蹲在暗處壓着嗓子說小話。宛如剛走進去就覺得渾身不舒坦，她把衣袍往身上緊了緊，眼睛一直往兩邊瞟。姐，這地方太陰了，我咋一進來就難受呢？就跟有人在背後盯着咱倆似的。你看宛如這丫頭膽小嗎？也不能這麼說，她是怕，但她不是遇事就跑那種怕，她是知道危險還得跟着姐姐往前走，這才難受。婉進就不一樣，婉進面上穩得很，越到這種地方她越不咋說廢話。她眼睛往四周一掃，那神情就像拿刀貼着石壁刮過去似的，一點水痕，一點苔印，一點影子他都沒放過。此地陰氣聚得太重，不是普通谷底，咱們坠崖之後一路遇見的事，怕不是全憑巧合。姐，你意思是像有人把咱們引到這兒來？这話一出來，宛如心裡咯噔一下。你想想，本來摔下山崖沒死，算撿回一條命，結果剛緩過來，又一路撞見機緣。這東西要是白撿的，那誰都高興。可婉進這麼一說，味兒就變了。這哪是撿機緣啊？這像是有人在黑地裡撒了一串米粒，你低頭一粒一粒撿，撿着撿着就進了人家早就備好的籠子。宛如往前看，古道窄得要命，彎彎曲曲濕漉漉的，像一條趴在地上的黑蛇，兩邊岩壁高的看不見頭，上面掛滿了青黑色屍胎，那股味兒也不好聞，潮腐悶，就像老木頭泡在陰溝裡泡了好多年，今天剛被翻出來。
再往旁邊看，那些枯枝更怪。按理說，這地方水氣這麼足，樹木就算不精神，也不該乾巴成那樣。可那些枝子又細又黑，扭在一塊兒，遠遠一瞅，真像一把一把乾瘦的手從黑暗裡伸出來，等着拽人腳脖子。晚近抬起手，2根手指往半空裡輕輕一劃，一點靈光從他指尖亮了起來，不大，就跟螢火似的。可在這種地方，哪怕一點光也夠嚇人。為啥？因為沒光的時候，你還能騙自己說啥都沒有，這一照，啥都露出來了。靈光往前一飄，岩壁上的影子全跟着動，枯枝的影子在霧裡扭來扭去，一會兒像手，一會兒像爪子，一會兒又像有東西貼着石壁，慢慢往下爬，宛如臉色一下白了。姐，你看那些樹枝咋長成這樣啊？我看着它們像要撲上来。极陰之地，枯木生怨，受陰氣浸久了，長成這副樣子，不奇怪。別讓影子亂了心，跟緊我。晚近這話說得穩，可他真一點不緊張嗎？不見得，他只是把那點緊張壓住了。他心裡清楚，陰氣不會憑空來，在仙化這個世道裡，氣冥血怨都是能纏到一塊兒的。人死的不明不白，怨就散不乾淨，名字沒歸正處，陰氣就容易積着。要是再有人拿學法、陣法、香火、怨力往裡攪，那好地方也能養成兄弟。所以說，這口痰越安靜，越不能當它沒事。潭水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平的跟鏡面似的。可姐妹倆看着看着，水面忽然皺了一下，就一下一圈波紋慢慢散開，沒有風，沒有石子，也沒看見魚，那波紋就那麼自己從水下冒出來。宛如心裡一緊，又往晚近身邊靠了靠，他抓住了姐姐的袖口，手指用力得很，這一下姐妹倆的命就看出来了。晚近在前頭擋，宛如在後頭跟，宛如怕，可他不撒手。晚近知道危險，可他也不退，這就是後來很多事的根兒。有些路不是你想走，是你被活命2個字推着走，走一步欠一步，再走一步又欠一步，到最後你回頭一看，账已經厚得翻不完了。姐妹倆沿着潭邊往前挪，腳下全是濕石頭，一腳踩不好，人就能滑進那黑水裡。晚近手裡的靈光在前頭飄着，宛如盯着那點光，半步不敢落下。可走着走着，谷底深處傳來一陣聲，窸窸窣窣，很輕，但有節奏，一下一下又一下，像腳步又不像，脚步像有人光着腳踩在濕石頭上，又像什麼長鳞片的東西貼着岩壁慢慢蹭過去。這種聲音最折磨人，真要出來個妖怪反倒痛快，看見了打就是了。可他偏不出來，他就讓你聽着，知道他近，又不知道他在哪兒。宛如一下抓緊晚近的衣袖。姐，有東西，真有東西過來了，就在附近，他是不是藏在霧裡？這回晚近沒叫他別慌，因為晚近也聽見了。他掌心一翻，一道靈符就出現在手裡。這符不是隨便糊弄人的，黃紙符邊平整，朱紋細得像血絲。晚近指尖輕輕一抹，呼的一下，靈符自己燒起來了。可它燒出來的不是火苗，是金光。那金光一冲，谷底像猛地亮了一下，濃霧被硬生生推開，
潭邊的濕石頭、岩壁上的苔，旁邊那些枯枝全都被照了出來，宛如也跟着看清了周圍。可這一看，還不如不看。岩壁上密密麻麻全是符文，剛才明明啥都看不見，這浮光一照，一片一片全浮出來了，小的像針眼，大的像銅錢，一層挨着一層，一排壓着一排。你說它是刻上去的吧？又不像，那些線條扭扭歪歪，紅的發暗，像什麼東西乾了以後扒在石頭縫裡，宛如越看越不对。因為那些符文被金光一照，竟然像一只眼睛，全在盯着他倆，不是一個兩個，是滿牆，宛如往後退了半步，腳底一滑，差點坐到地上。姐，這些都是啥？剛才明明沒有啊，咋一照全出來了？婉禁魔馬上接話，他盯着岩壁看了好一會兒，臉色越來越沉，因為他認出來了，這不是尋常鎮邪符，也不是普通修士護山用的小陣，這玩意兒來路不正。古時密陣，幽冥學法。幽冥學法，用血气牵阴魂，用阴气養陣眼。能在這種地方布下這套陣的人，絕非善類。那咱們之前一路遇見的那些機緣，現在看恐怕都不是偶然。你聽這話，味兒是不是又重了？這地方不是單純有妖，也不是單純鬧鬼，它有陣，有血法，有陰氣，還有個不知道藏在哪的東西，一直在暗處耗着他倆。宛如看向谷底深處，前頭黑乎乎一片，霧滾來滾去，啥都看不清。可他忽然就覺得那黑暗裡有雙眼睛，冷冷的，穩穩的，不眨，就那麼跟他對上了，宛如的氣都短了一截。姐，前頭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在看咱們？婉禁這回没再勸他，他把燃着金光的灵符往前一送，另一只手的指尖也跟着亮起灵光。婉禁聲音不大，可每個字都硬。不管前面藏着什麼，妖也好，鬼也罷，只要敢現身，我便叫他灰飛煙滅。話剛落，那口幽潭突然動了，嘩啦一聲，不是小水花，也不是風刮出來的波紋，是整片黑水猛地往上一翻，像水底下有個大東西用背脊狠狠頂了一下，宛如嚇得往後一縮，晚進一步橫在他前面。緊接着就看潭水裡一道黑影猛地一閃，太快了，真就是眨眼的功夫。那東西從水下斜着掠過去，擦着浮光，邊緣一下鑽進濃霧裡，沒看清臉，沒看清身子，只看見一串冷水花落下來，啪嗒啪嗒，又全砸回潭裡。然後潭水慢慢平了，跟剛才什麼都沒發生一樣，這才嚇人。他要是真撲出來，婉禁還能出手，可他偏偏不，他就露一下，告訴你他在，然後又藏回去，就像有人站你旁邊磨刀，不砍你就一下一下蹭刀刃，先讓你心裡發虛。姐妹倆都沒再說話，宛如盯着水面，手還攥着婉禁的袖子。婉禁盯着霧裡，眼神也沉了。這一刻他倆都明白，這趟潭底之行沒那麼簡單，不是撿個寶貝就能走，不是撞個機緣就能過。這地方早就擺好了陣，血法藏在岩壁裡，陰氣壓在潭水下，黑影守在霧中，而他倆已經進來了。
這就是命最狠的地方。他不是一上來就把刀架你脖子上，他先給你一點活路，再給你一點希望。你往前走一步，他就把身後的門關一扇，等你想明白的時候，已經退不回去了。婉进和婉如這時還不知道，往後那條所謂成仙路差不多也是這麼開始的，先是活命，再是救人，然後是被人求着拜着推着往前走，最後一抬頭路是亮的，可腳底下全是欠下的账。這一會兒的潭水又靜了，霧還在捲，黑影沒再出來。可婉进知道他沒走，婉如也知道他就在水下，等着他倆再往前一步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